今年6月底，我有幸参加 Annika News 的讲座，他是来自于德国一个才华洋溢的音乐家，而且他也是非常优秀的音乐教育家。他独特的风格以及技巧在音乐圈是独树一格的存在。这次讲座给我带来非常多的灵感，也希望把这些养分分享给各位股友。里面有一些观念以及技巧，值得我们来尝试练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um Lab 台北，我是韦恩。一开始可能有一些股友不知道 Annika 是谁，就让我来简单为各位做介绍。Annika 擅长演奏爵士、摇滚以及电子类的音乐，她精湛的技巧以及律动感，并使用了许多 metric modulation 以及 subdivision 的技巧应用而闻名。在 YouTube 上面你会看到很多 Annika 演奏的影片，在鼓手圈广受欢迎。我也会整理一些放在下面的资讯栏。看完这支影片，有兴趣的股友可以点击看看，感受他演奏的灵活性以及创造力。他的演奏不只是乐迷喜欢，也在教育以及启发新一代的鼓手上面发挥非常大的影响。他也是透过这次的讲座，我才知道他是德国一个学校音乐部的爵士鼓教学的主任。而在音乐上面的成就 ，Annika 曾经在2022年加入 Jeff Beck 巡回的编制。可能有一些鼓手不知道 Jeff Beck 是谁，但是他合作的鼓手，比如说 Vinny Colaiuta、Terry Bozzio， 都是在鼓手圈神仙级别的存在。所以 Annika 有机会加入 Jeff Beck 这样巡回的编制，对他技巧能力的肯定可想而知。这次的讲座是用提问的方式进行，由观众提问， Annika 在分享她的观念，并解答大家的问题。讲座中第一个问题就有人问到，在教学的时候要怎么引导学员来做创作。Annika 的回答是可以想象把简单的一个 idea 去做 orchestration。orchestration 的翻译可能有些人会翻成配器，可以想象爵士鼓组是一个交响乐的存在，有大鼓、小鼓、tom、铜拔、hi-hat、ride、crash， 它们分别代表不一样的声音，就像是交响乐一样。但简单来讲，我在爵士鼓演奏的时候，我会称它为移位，就是把你演奏的点移到不同的声音上面。Annika 分享并示范的是右左左脚这个组合，所以一开始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组合应用在小鼓上面，听起来像这样。相对来讲非常简单，那一开始可以做的事就是把右手可以移出去。所以我们可以先试试看顺时钟的顺序来演奏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一次顺一次逆。那接下来我们左手也可以移出去，然后右手在鼓组间做一个固定的移位。听起来变化性就很多。在这里他也演奏了很多，把这样子的组合做成比较有律动感，比较像是一个 grooving 的感觉。所以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组合，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很有律动感或是很有旋律感的安排。第二个有观众问到的就是基数拍怎么练。那这个问题问 Annika 问得非常好，因为 Annika 擅长演奏的就是 uptime 或是这种 subdivision metric modulation 的演奏。他分享说，比如说7这样子的拍号，可以把它拆成2加2加3，所以7的唱法可以这样唱。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3 1 2 1 2 1 2 3，用这样子的观念应用在套鼓上面。所以这边组合第一个分享的可以试试看是大鼓大鼓小鼓 and 大鼓大鼓小鼓 and 大鼓大鼓小鼓 and。
所以律动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那他也分享说可以尝试不一样的安排，比如说这边我们改成大鼓、小鼓、大鼓，听起来像这样。所以我来演奏看看，在这两者之间做交替，大家听听看空间感的安排的差异。听起来的空间感就有很大的不同 ，boom boom 吧，重拍比较 lay back 的感觉 ，boom 吧 boom， 听起来的律动就比较往前，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尝试各一个小节。许多经典的名曲都是用这样子的律动去安排的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一开始练基数派用223这样子的组合。那除了223这样子的组合，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+3这样子的安排，听起来像这样。节奏的安排听起来就比较宽广，因为它的点没有像223这么密、这么频繁，所以光是这两种你就可以做做看很多不一样的安排。比如说刚刚的223转换到4-3，再转换到2-2-3，这样去做基数拍的演奏以及变化。那讲座中也有人问到 time feel 怎么练，因为在 Anika 的演奏之中，它有许多 D-La beat 或是我们称它为 drum beat 的这样子的节奏形态，所以就想知道 Anika 是怎么练习这样子的节奏形态。那首先我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D-La beat。D-La beat 指的是由美国嘻哈音乐圈传奇制作人 J Dilla 所创造出来的全新的一个节奏形态，所以它既不是 straight 也不是 swing， 它是介于之间的一个细分。这样子全新的独特节奏形态，不止影响了嘻哈圈到现在，甚至大大的影响了现在的爵士乐以及流行音乐。有些人觉得它听起来很像是鼓手喝醉了会打出来的音乐，它既不是 straight 也不是 swing， 它的点在之间做拉扯，所以也有人叫它为 drum beat。Anika 提到在练 D-La beat 的时候可以做 subdivision 的细分，那我这边用图示的方式视觉化让大家看看从直到 swing 之间节奏形态的变化。在一定的时间长度 straight 可以想象它是分成4等份，而 swing 呢是分成3等份，那 straight 就是4等份的1跟3， swing 也是1跟3，所以 straight 的感觉会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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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wing 的感觉是1 3 1 3 1 3 1 3。在这边 D-La beat 呈现的方式会把这样子一样的长度区分成5个相同的等份，所以看起来是像这样3 4。那它的律动会是在1以及4
第1跟第4拍，所以它的拍号会是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开节拍器让大家感受这个 time feel 之间的差异。这是60的速度 ，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。OK， 这是 straight。再来 swing 是这样子。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。OK， 接下来低啦，听起来像是这样。1 2 3 4 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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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。所以是不是听起来迪拉比就是介于 straight 以及 swing 之间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呢？那爵士鼓上面的演奏听起来像这样。迪拉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节奏有拉扯感。那这是一个相对非常深的话题。如果有鼓友想要知道 time feel 以及迪拉比怎么练，更多相关的知识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所以在练习这样的迪拉比的时候，刚刚有提到 subdivision 就变非常重要。那安妮卡也有提到，在练不同等份的 subdivision 的时候，唱拍是非常重要的。甚至安妮卡也提到，边演奏边唱是非常好练习协调性的一个方式。那当你可以边演奏边唱，代表你的脑袋有更多的余裕，可以做更多的事，比如说移位，也代表你可以更精准打在你要打在的鼓点上。所以唱拍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从5月开始的打点班就一直在提倡唱拍的重要性。这是训练并加强脑部到手脚协调的这个连接。我相信有很多鼓手在练鼓的时候应该也有遇到这个问题，右手明明知道右手要打下去，大鼓却不自主的一起踩。而透过唱拍的练习，我们可以加强脑部到身体四肢神经传导的力道，进而提升四肢演奏的协调性以及精准度。而我们在8月的打点讲座也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尝试唱拍的重要性，以及练习不同的 subdivision 以及 polyrhythm 应用在打点上面。再来，安妮卡也分享一个唱拍练习打点很棒的方式，这里她使用3跟5的组合。之前我们就分享过一个3跟5的组合的练习，大家可以看看。可以给我3跟5的组合，然后4个数字。3跟5 4个数字，3、5、3。好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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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。安妮卡这边分享的是3355的组合，什么意思呢？听起来像是这样：1 2 3 1 2 3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1 2 3 1 2 3 4 5 1 2 3 4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像这样子把 subdivision 唱出来，但是安妮卡在讲座里面试的是一样子这样组合3355，刚好加起来是16分音符，所以我们可以唱4/4的拍号 ，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。所以在这边它是唱4分音符，我们也可以试试看8分音符的唱法。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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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2 and 3 and 4 and 1。所以它参考点又变更多，是另外一种协调性的练习。当你可以边唱边演奏，代表你脑袋中有更多的余裕，你对这个节奏的精准度以及神经对身体的连接会更强。如果你在音符转换之间，比如说4分、8分、16，甚至3连音转换的时候总是打得不顺畅，或是你抓不到时间感，或是你甚至想要尝试低拉比或基数拍的朋友，8月份的讲座可以让你在音符间的空间感有更大的掌控力，也有更深层的认识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8月一起加入我们。安妮卡也有提到一个很有趣，我想分享的 concept 远大于 chops 或是 licks。对安妮卡来讲，她在练鼓是在练一个 concept， 而不是一个小的 lick。
或是一个小的 chops 这样子短的句子。他讲到这个时候，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共鸣，因为有许多学生会想要练很酷、很炫的 chops 或是 licks，但是对于 Anika 来讲，更重要的是观念。你怎么去安排这样子的 licks 或是 chop， 也就是这些很酷很炫的招后面是怎么编出来的。当你有概念性的思考，你可以编出成千万种变化，而不是一个小节、2个小节这样子短形式的句子。练鼓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练身体，但是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练的是脑袋。当脑袋清楚了，知道这些编辑的思路，你的身体自然会去连接并演奏得出来。Anika 所提倡就是有组织性的学习各种概念，而非学习没有组织性的短句子。如果你喜欢这类讲座分享形态的影片，可以看我们之前制作过 Lionel Lewis 台北大师班的影片，或是基础功的影片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这支影片，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相关的企划。这里是 Drum Lab 台北，我是韦恩，我们下次见。